如果说2025年上半年的主题是 AI 泡沫的质疑，那么2025年第4季度的金融市场只属于一个词：硬资产的狂欢。最为惊心动魄的无疑就是白银了，在短短2个月内，现货白银火箭一般的冲破了50美元的关口，更是在圣诞节触及了距离80美元呢仅一步之遥。马斯克都来评论说这不是好事儿，更显示出白银的热度得有多高。与此同时，黄金作为全球货币信用的锚，悄悄站上了3450美元的历史新高。被誉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铜，经历7月的暴跌后迅速回弹，突破了13500美元每吨。这一串数字的背后是全球金融秩序的深层断裂，华尔街定价权示威，东方实物需求爆发，以及各国政府对战略资源的疯狂掠夺。今天我们将从白银逼空、黄金避险以及铜的短缺这3个维度拼凑出2025年 Q4 完整的金融拼图，并推演2026年这场大戏将如何收场。各位早上、中午、半夜起义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五人。白银此前市场普遍预测的阻力位在50美元，但是11月就被瞬间击穿了。12月中旬，随着空头回补和实物挤兑的发生，价格呈现指数级拉升，最高触及了79.6美元。这个价格意味着白银在2个月内完成了过去10年的涨幅。这种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是典型的流动性枯竭引发的逼空。我们之前的节目提到，摩根大通将核心贵金属的团队搬往新加坡。最近披露的细节显示，他们的转移目的就是一次进攻性的抢筹。摩根大通在搬迁的同时，通过新加坡分支机构在东南亚大量收购实物银条，将其运往位于樟宜机场的自由港金库里存放，变成了不可交易的存储。华尔街的顶级投行已经意识到了纽约 COMEX 的库存数据存在较大的交割风险，在79美元的高位，纸面合约随时可能变成废纸，唯有实物才是王道。在其中，一个诱因是工业端的恐慌性囤积。除了我们熟知的三星电子在固态电池领域的银碳层技术突破，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巨头也在 Q4 加入了抢购行列。丰田和松下在12月初向1级供应商下达了锁定未来18个月的白银用量的指令。中国商务部宣布在2026年起实施白银出口管制，更是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直接导致全球光伏和电子制造企业不计成本的在现货市场扫货，哪怕溢价10%也在所不惜。说完白银，再来看看最硬的黄金呢。在 Q4， 黄金虽然涨幅不及白银，但价格在12月稳步推进到了3450美元每盎司。不同于白银的剧烈波动，黄金的上涨呈现出低波动、高斜率的完美牛市特征。4季度的数据也揭示了推动金价的主力并非散户，而是主权国家。以下几家都是本次上涨的大推手。首先呢是中国的央行，尽管从未公开承认，但是在离岸市场上，通过代理行持续吸纳黄金的迹象表明，中国正在加速将贸易顺差转化为实物黄金，以应对潜在的金融制裁。其次是中东主权基金、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在11月调整了资产配比策略，明确增加贵金属的占比，减少对美元债的依赖。世界黄金协会12月的报告指出，2025年 Q4 全球央行净购金量创下有史以来的单季最高纪录，达到了惊人的450吨。而且受到国际政局影响，比如五角大楼发布了关于核武器库扩充报告，以及俄乌局势在冬天再度焦灼，使得黄金的避险属性被无限放大。高盛呢，在12月展望报告中，将黄金定义为地缘政治危机的终极对冲工具，并上调2026年目标价至4000美元。在贵金属的光芒之外，基本金属铜在 Q4 表现足以载入史册。目前铜价突破了13500美元每吨。过去我们认知铜的需求看房地产，但2025年 Q4 的逻辑完全变了。微软和谷歌在11月份相继宣布了新的几瓦级的数据中心的计划，这些庞然大物对电网升级的需求是惊人的。变压器、传输线缆、发电机组，每个环节都离不开铜。贝莱德在最新的能源报告中指出，没有铜就没有 AI。他们测算，仅 AI 带来的电网改造需求，就将在2026年为铜市场带来每年50万吨的新增缺口。但是在需求爆炸的同时，供给端却频频爆雷。智利和秘鲁两个全球最大的产铜国，在12月不约而同地收紧了矿业政策。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因工会罢工和矿石品位下降，宣布下调2026年的产量和预期。必和必拓和力拓在 Q4 展开了对中型铜矿企业的疯狂并购，这种巨头之间的抢矿行为进一步向市场传递了资源稀缺的信号。LME 的铜库存降至数十年来低位，
现货价格长期高于期货价格，这表明了工业用户为了立刻拿到现货，愿意支付极高的溢价。基于2025年 Q4 这波波澜壮阔的行情，结合各大投行、金融机构和政府报告的分析，2026年的走势可能就是这样的。白银方面，高波动将成为常态，79美元可能不是终点，但也绝对不会是一条直线。2026年 Q1， 随着获利盘的回吐，银价极可能出现单日10%以上的剧烈回调。特别要关注的是1月1日中国出口管制生效后的实际执行力度，以及4月印度信贷新规落地后的民间反应。如果需求超预期，白银冲击100美元并非天方夜谭，黄金则继续扮演定海神针的角色。随着金砖国家的支付体系进一步完善，黄金作为非美元结算媒介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。只要全球央行购金趋势不减，3500美元将成为新的地标价，而非天花板。至于铜呢，暂时缺口无法弥补。铜是基本面最硬的品种，矿山建设的周期长达10年，供给侧在2026年无法做到有效响应。随着 AI 基建的铺开，铜价极有可能在2026年挑战15000美元每吨。另外，钨、铂金等金属也在疯狂上涨，情况也差不多，就不做过多分析了。最后，在所有人都在谈论暴富的时候，作为一名资深韭菜，我觉得还是要冷静的。在白银79美元、铜1.3万美元的高位，交易所为了控制风险，极有可能大幅度提高保证金比例，甚至修改交易规则。这在历史上曾多次导致价格在短期内崩盘式下跌。普通投资者如果持有高杠杆合约，极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强制平仓。当大宗货物价格严重威胁到西方国家通胀控制目标时，不排除美国会联合盟友释放战略储备，或者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投机资本。虽然这改变不了长期的供需，但足以制造中期的深度回调。白银在79美元追高的风险极其危险，如果你看好它的工业属性，请等待回调，并优先配置实物或无杠杆 ETF。 对于黄金呢，它是你资产组合里的压舱石，不要因为觉得它涨得慢就换成白银。在2026年的震荡中，你不仅需要进攻的长矛，更需要善于防守的盾牌。至于铜，这是纯粹的产业投资，关注那些拥有优质铜矿的矿业 ETF， 这比直接炒作期货更适合普通人。2025年的 Q4， 我们见证了硬资产对软信用的清算。白银79美元的历史记录，或许只是这个资源为王的时代序章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留言。我是五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